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在不依赖精准预测市场的方向，也可以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尽量维持一个稳定的收益？其实很多投资人在经历了几轮涨跌之后呢，都会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那今天这支视频呢，我想分享4种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都被反复验证过的稳定收益的思路。第一个呢，是通过高股息的股票和 ETF， 用企业的现金流来支持我们长期的收益来源。第二呢，是如果你已经持有了一些股票，可以通过简单的期权策略，在不卖出股票的情况下，额外的赚取现金流。第三呢，是利用债券这个稳定器，在股市波动的时候保护你的本金，同时还能获得额外的固定收益。第四是暂时把不用的钱放在比普通的储蓄账户收益要高得多的现金管理工具里。最后我会把这4种思路组合在一起，给你一个示范性的配置模型。目标也很简单，就是让你的钱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得远超银行存款的长期回报。如果你对于稳定收益的办法感兴趣的话呢，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大家好，我是新月，视频内容是我个人的研究分享，不构成投资建议。先聊聊现在的投资环境是什么样的状况啊？美股进入牛市第4年之后呢，按照历史上的规律，这个时候股市啊，就像老大爷开车，容易忽然一脚油门或者来一脚刹车，波动会越来越大。但同时呢，利率又在往下走。虽然鲍威尔嘴上说不会大幅降息，关于下一任美联储主席，市场对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不同的预期。那这个呢，就使得股市的波动在加大，利率呢又见顶回落。这个时候我们与其天天猜股市是涨是跌，不如想办法让手里的钱能持续的给你生钱。那接下来4个方法呢，是不管市场怎么变，都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那些会分红的股票或者是基金。降息的时候呢，这种会分红的股票呢就特别香，因为公司这个时候就有钱了，他们借钱的利息下降了，那公司的压力自然小了，更加容易给股东们分红。第二呢，它会比放在银行的利息要划算，因为银行利息在降嘛，跟着基准利率，那这些股票的分红呢，就比银行利率要高上很多，而且很有机会可以赚2份钱，一份呢是分红的钱，一部分呢是因为公司的盈利增加，然后股价上涨的钱。比如说像 SP 级西蒙地产，它现在的股息就有 4.5%。烟草公司 BTI 它的股息有 5.7%， 雪佛龙的股息也有 4.5%。那如果想要省心一点呢， ETF 也是不错的，像是 SCHD 它目前的股息率就有 3.8%， 那 VYM 的话有 2.4%， 像是 Answer 的这个高股息的 ETF， 它的股息率也有 3.2%。 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找到这些股票，那我用的是陌陌，然后我们直接点开它的 APP， 点开了之后呢，我们找到市场了之后呢，然后找美股，然后往下拉，往下面拉了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股息的排行，当然有高股息的，但是我们找的是股息保持增长，就找那些一直在涨一直在分红的股票，这样子会比较好。然后点开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像是美国州立水务，它是保持70年的增长，西北燃气宝洁都是保持60多年的增长，这种呢就是不错的一个标的。那如果说你想要找高股息的 ETF 的话呢，也可以回到市场，然后这边点 ETF， 然后往下拉到下面一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边有高股息 ETF 啊，然后我们点开它的详情。当然这个时候你不要去选那种股息率特别高的，像300%多的，你看这个都是2倍做多的一些热门股，这个我们不要选啊。那我们怎么选呢？我们这样子，那我们往后移，然后找到成交额，然后我们把成交额呢从上到下进行个排序，然后找成交量大的，这个就比较靠谱了。然后看完成交量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3年的总回报，我们找它是正的，因为过去3年美股都是牛市嘛，如果这个时候
你这支 ETF 还赔钱的话，那就先不要碰了。提醒一下，选这种股票的时候，千万不要只看分红高就买，特别要注意，你要选交易量大的，这个说明很多人都在买，分红要稳定，不能说今天给了，明年就不给了。然后股价呢，你也不要乱跳，比如说我这边赚你个5%的股息，那边你价格跳个20%下来，那就受不了了。需要找那种长期表现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让我详细对比几个基金的话呢，可以评论区告诉我，我可以专门做一期。如果说你有自己的投资标准，你还可以通过陌陌的这个 ETF 筛选去快速的筛出你理想的标的，可以自定义各种你想要的投资指标，比如说股息率、年化率等等。那系统呢就会给你自动推荐相应的高股息 ETF， 而且这些功能都是免费的。陌陌这边还有个派息日历，可以了解公司的派息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来选择进场的时机。那你点进去了之后呢，可以很快的了解这公司的利润、分红、派息趋势等等。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期权收租了。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手里已经有股票，而且愿意花时间来管理的朋友。那如果说你对期权完全不懂，那也没有关系，我们先听个思路就可以了，不用马上去操作。很多人称卖 covered call 呢，说成是收租，但是这个租金它不是白来的。其实呢，就是你手里有股票，那在你愿意卖的价格上呢，提前把可能赚的钱呢换成现在的现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有英伟达的100股股票，那现在的股价呢在180左右，你心里想着它如果到200了，我差不多就可以卖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卖一个200块钱的看涨期权，这个就是给别人一个权利，用200块钱来买你的股票。那这种时候呢，就会有2个结果，那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股价涨到了200块钱，被人买走了，那你就按照200块的价格卖出，本来你也想以这个价钱来卖嘛，然后你就可以多赚这么一段的期权的钱。第二种情况呢，就是股价它没有到200块钱，它在这个180到200之间上下波动，然后到了期权的时间了之后呢，你就直接拿了这个期权的钱走了，相当于降低成本，股票呢也还在你手上。我给你演示一下具体怎么操作。那手机的陌陌软件会更方便一点。那我们在搜索框，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放大镜，对不对？我们点击了搜索框了之后呢，你直接选你要的股票。那我们刚刚举例子的是英伟达，我就打英伟达，然后第一个是英伟达，然后点击它之后呢，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它的图表，然后算一下它大概的价位，然后点击期权。点完了之后呢，我们看第一个是期权链，对吧？然后这边呢就有价格，比如说它现在的价格是183，那在183左右的一个期权价格呢，比如说185，你就可以卖 1.28， 它是一股的价钱，每次卖的时候是卖100股，也就是128。如果说你买2025年12月26日到期的这个期权的话呢，你就可以获得128。那你说，这128有点少，我可以不可以多买一点？也可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到期时间有不同的时间，那你也可以选18天，也就是1月9号到期的。这个时候呢，你看同样185，它的价格就到了 4.55， 也就是你如果有100股英伟达要卖在185的话呢，就可以收到455。那如果你是卖到200的话呢，你可以收到62块钱， 0.62 就是62块钱。如果你觉得200这个价格合适呢，你就可以点击它，然后下面呢它就出来一个交易，因为你是已经有100股股票，你是要卖期权嘛，所以说你把这边点出卖出一个就是100股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告诉你你的最大盈利是62块5，也就是这个期权的价格。这边说的最大亏损是无限大哦，其实这只是在你手上没有股票的情况下，它才会出现这个情况。如果说你手上已经有了100股的股票的话，那你最多就是在200这个价格被卖出这个英伟达的100股股票，也就是股票在200卖出，然后你获得62块5这个权益金。这里还有个比较好用的，就是第二个期权策略，就是这边会给你一个演示啊。比如说你觉得英伟达股票会跌，你可以用什么样？比如说买入开店期权，或者卖出开涨期权。那如果说你觉得它价格会在一个区域当中波动的话呢，它也有其他的组合，比如说是跨市组合啊，然后蝴蝶啊等等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翻着玩一下。
这边需要注意的呢是，这个方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如果这只股票突破了你的震荡区间，开始一个快速上涨的阶段，那你只能赚到2板的这个价格，多的就没有你的份了，而且需要经常回来看一看，不太适合完全就放着不管的人了。那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呢，建议先模拟的练练手，蒸熟了之后啊，再用真金白银的去操作。接下来呢，来说一下债券。债券这个东西啊，在降息的时候就比较吃香了，因为利率降低了呢，市面上新发行的债券利息就低了。这个时候你手里利息高的那些老债券就特别吃香，因为它的利息更高，别人想买的话，价格自然就涨了。你看这样一来呢，你不仅可以每年拿利息，债券本身呢还能升值一下，属于两头都能赚到一点。那2026年呢，我比较会关注3种相对于稳妥的债券。第一种当然是国债，这个是比较安全的。那我偏向于2年到7年的中期国债。还有一种呢叫 TIPS， 它可以保证你的资金呢不被通胀吃掉。国债的好处呢就是波动不大，比较安全，而且利率变的时候呢，它也会跟着调整，那属于保本收息类的。第二种呢是大公司发的债券，比如 LQD 这种基金，就专门买投资级的公司债，还有 IGIB 是中期的。这种呢利息会比国债高一点，但是又比那种垃圾债安全多。而且你想啊，降息的时候公司借钱便宜了，他们还钱的压力也小了，违约的风险就更低了。第三种呢是跟房贷相关的债券，像是 MBB 或者是 VNBS 这种。VNBS 呢现在1年差不多能拿到 4.5%。那这一类债券就有个特点，就是它的利率变化呢对它影响不算特别大，收益比较稳定。那我一般呢也会在组合里面配一点，用来平衡整体的一个波动。不过买债券的时候呢，你也不能闭着眼睛光看收益高就冲进去了，还是要看2个东西，一个就是时间的长短，债券的期限越长，那利率的变化呢，对它的价格波动就是越大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评级，评级越低，说明这笔债券的风险越高啊。特别是这种 B 以下的那种债券，就通常我们就称它是垃圾债了。所以你要根据自己准备放多久的钱来选。如果是短期要用的钱呢，就不要买那种20-30年的长期债了。同时呢，你买债券评级相对高的那些比较安全的债券。还有个工具呢是现金管理，说是现金啊，不是说真的把钱放在银行里面不管它了，这钱呢就不能让它闲着。比较简单的呢，你可以放到货币市场基金里面，相对于定存，货币基金会更加灵活一些。你想要用钱的时候呢，可以随时取出来，它没有锁定的时间。利率呢是跟着美联储走的，也就是说随着美国的基准利率会随时变化。那现在陌陌也有个类似的产品，它是 Cash Sweep， 你账户里面闲置资金呢也可以有收益，而且是随存随取的，自动交易结算，不需要手动来买卖货币基金。那目前呢，新用户的话，你闲置资金可以有 8.1% 的一个现实的年化收益率。那降息周期下面的话，这么高的收益非常难得。另外呢，陌陌的新用户最高还可以获得$1000的英伟达股票。那点击我评论区的链接开户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说了前面4个方法之后呢，现在教你一下怎么样把它组合起来。那当然我这个不是唯一的答案啊，只是给你个参考思路。保守点的分配呢，你可以这样子，比如说40%放在国债里面，中短期的国债 ETF 呢是 SGOV， 年股息有 4.1%， 这风险极低。那剩下的 40% 呢，可以放在分红型的基金当中，比如说是 SCHD， 年股息也有 3.82% 了，这个呢是可以持续的给你分钱。那剩下的一些呢，可以放在房贷类的债券，像是 VNBS， 那年股息也有 4.53% 了，作为一个补充收益。这样分配的好处呢，就是钱它不是从一个地方来的，可以分散风险，波动呢也不会太大。那我就用$10,000来给大家做一个完整的例子，这样会比较直观也比较好计算。假设呢你是陌陌的新用户，现在它有一个现实年化 8.1% 的激励利率，同时路径还会赠送股票奖励。那我就用这个场景来给大家做演示。如果我们入金$10,000，那先不急着买股票，先把这个 8.1% 的利率呢用好。那为了好理解，我这里就用近似年化的算法来算。那在这个假设下，每个月大概可以拿到$67左右的利息。那这个活动是60天，也就差不多2个月。那光利息呢，大约就是$135。另外呢，因为我们一开始入金是1万，那平台会相应的赠送大约$200价值的英伟达股票。那在不考虑股价波动的前提下，单
从利息加活动的奖励来看呢，2个月的价值加起来大约就是300多美元。也就是说，原本1万美元，在前2个月呢，账面价值大概到了1.3万多。接下来我们用这笔钱就可以进一步配置了。先来看个比较保守的方案，就照我们之前的40%放在短期国债，40%呢放在分红型的 ETF， 还有20%可以放在偏稳健的债券类资产。这样的配置下面呢，接下来8个月大约可以再产生280美元左右的收益。那把它和前面那个300多加在一起，一整年下来总收益大约在600多美元。那换算比例的话，大概就是6%出头的年化回报。那这个呢是一个相对保守、波动也比较低的配置思路。那如果说想要多赚一点，也可以承受稍微高一点的波动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整，比如把部分的稳健债券换成高收益债券 ETF， 像是 HYG 这类的，再把其中20%资金呢配置一些策略型的 ETF， 比如 QQQI 这种，他们是通过策略争取更高的现金流，但相应的波动也会更大一些。在这样的假设下面，8个月的收益大约可以提升到450美元左右，加上最开始的利息和奖励，一整年下来总收益大约在790美元左右，换算成年化的话，大概就是接近于8%的水平。你看，我们理财也不是非要冒很大的风险啊，很多时候先把低风险的工具用好了，再慢慢做配置，控制好风险，收益反而会比较稳定。那再提醒一下，收益看起来越高的 ETF 呢的背后的波动和风险通常也会越大。那如果不希望账户大起大落的话，前面那个偏稳健的方案会更加合适一些。今天呢，我们聊了一下4个可以相对稳定赚钱的方法。一个呢是买分红型的股票和基金，那公司赚钱给你分红。第二个呢是期权收租，让手里的股票可以多赚一点。第三个呢就是买债券，吃降息的一个红利。第4个呢就是现金管理，闲钱也不要浪费了。那市场波动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相对稳定的可以持续赚钱的方法。但是不管哪种方法，核心就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控制住风险，坚持下去。这个时候呢，像陌陌这样工具呢，可以帮你把筛选和管理这一步变得更加简单。如果你对我今天提到的这些方法感兴趣，可以通过下方的链接注册陌陌，也可以参加限时的一个现金管理活动，还有股票和现金的奖励。具体的规则呢，我都放在描述区了，可以按照自己的情况去了解。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都会看的，然后也会尽力的回复。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